现在 WTI 原油在55到60美元之间反复横跳，而加元对美元汇率就像是被灌了铅一样，牢牢卡在 0.71 到 0.72 这个低位区间动弹不得。你以为这只是财经新闻里冷冰冰的数字吗？错了，这背后全是你我口袋里的钱在缩水，甚至是悄悄蒸发的声音。我今天不跟你们讲什么高大上的宏观经济学，也不扯什么供需曲线，那些听了只会让你睡觉。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这么多年在交易市场里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血泪经验，以及为什么你看懂了这两者的关系，你就能比别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多赚一套房，甚至改变你未来的移民和留学规划。为什么要看到最后？因为视频最后我会揭秘2026年接下来这几个月最真实的赚钱机会，并且我会送大家一个隐藏彩蛋，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听过最前货的投资分析，信不信由你，但听完你绝对会对财富规律有全新的认识。让我们单刀直入，为什么我说加拿大就是个伪装成国家的大号加油站？这几年我无论是做外汇交易还是在全球置业，我发现一个铁律，只要油价一打喷嚏，加元立马就得感冒。记得几年前那次油价暴跌吗？当时我哪怕身经百战，看住账户里的加元资产瞬间贬值，心里都在滴血。那种感觉就像是你辛辛苦苦存了1年的钱，结果被通胀和汇率联手打劫了一样。这就是加元的宿命，它叫做商品货币。说白了，它的命根子就捏在石油手里。试想一下，加拿大就像是一个家里有矿的富二代，他主要的零花钱都靠卖家里后院喷出来的石油给隔壁那个叫美国的邻居。当油价飙升到100美元的时候，这个富二代走路都带风。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油价高的时候，你去多伦多、温哥华买房或者换加元，那个汇率贵的让你怀疑人生。但到了2026年的现在，全球石油供应过剩的压力巨大，美国和加拿大的产量都创了纪录，这个富二代立马就显得底气不足，加元也跟住跌入了深渊。这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你的生活质量。我举个最真实的例子，我有一次在油价高位的时候去美国玩，那感觉简直是太爽了，刷加元卡感觉像是在刷美元一样硬气，买东西根本不用算汇率。但是反过来，当2026年开年这段时间油价低迷，我一个朋友送孩子去美国留学，光是学费的汇率差价，一年就要多掏出这辆新款宝马车的钱，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如果你不懂这个逻辑，你不管是去旅游、购物还是送孩子出国，你都在无形中被割韭菜。这背后其实是利用了人性的什么？是贪婪和恐惧。华尔街那帮人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在油价波动的时候炒作加元。当大家都因为油价下跌，新闻说加元要完蛋而恐慌抛售的时候，就是他们贪婪进场低价吸筹的时候。而我今天要教你们的就是如何站在华尔街这帮掠食者的肩膀上，而不是成为他们的猎物。我们要聊聊这背后的全球能源格局，其实就是一个三国杀的故事。美国、欧佩克那帮中东土豪和加拿大，这三者之间的爱恨情仇决定了你手里加元的价值。以前美国还得看中东脸色，现在美国自己成了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加上川普政府对能源开发的疯狂支持，这就很尴尬了。加拿大这个备胎的地位变得很微妙，美国高兴了买点，不高兴了就打压一下油价，加元就跟住倒霉。所以你看，我们做投资炒的不是钱，是地缘政治，是这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说到这里，很多小白可能会问，那我怎么利用这个赚钱？我是不是看到油价跌我就无脑卖加元？千万别，这是典型的韭菜思维。真正的玩法是利用时间差和市场情绪的过度反应。我经历过无数次油价已经开始企稳了，但加元还因为恐慌惯性在跌，那个短短的窗口期就是上帝留给你的捡钱时刻。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暴利，但这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因为那时候市场上全是坏消息，所有新闻都在告诉你经济要崩了，你敢不敢逆人性操作？大多数人不敢，所以大多数人只能看住财富被收割。但我告诉你，真正的顶级玩家此时盯的不是恐慌，而是汇率的偏离度。当所有人都觉得加元要跌到 0.65 甚至更低的时候，其实市场的负面预期已经提前透支了。这就是我常说的利空出尽。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还跟住大家一起去换美元，你就是在帮那些大空头买单。你要学会看清这场石油与货币的生死恋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财富补偿机制。我们现在把目光锁定在2026年这个节点，现在的局势比我过去20年看到的任何时候都要混乱，但也更有利可图。你看现在的新闻都在炒作什么？都在炒作川普政府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35% 关税的威胁。
甚至连能源都被卷进了那场10%的关税博弈里。很多人看住加元汇率跌到 1.4、1.45 就开始恐慌，觉得加拿大要完了，手里的加元要变废纸了。但我告诉你，这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财富翻身机会，因为川普这招其实是典型的极限施压，他想利用委内瑞拉刚刚被掀开的石油供应来砸低全球油价，想逼着加拿大在2026年即将到来的美墨加协定贸易谈判中低头。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一场心理战。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去大温哥华地区买房的人少了？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准备送孩子来多伦多留学的家长开始犹豫了？这就是人性中的恐惧在蔓延。但我的一个好哥们，他就是个典型的反向猎人，他在2026年初大家都疯狂抛售加元换美元的时候，他反而逆势操作，利用加元被非理性打压的窗口期，分批建仓加拿大的能源分红股。他跟我说，这不是在买股票，这是在买国运的折扣券，因为他看准了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根本离不开加拿大的重油，那种依赖是骨子里的，川普就算再疯狂也不可能真的切断自己的工业大动脉，所以这种打压是短暂的。而我们普通家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被这种短期的地缘政治噪音吓破了胆。我举个扎心的案例，我认识一个留学生家庭，他们在2025年底看住加元一直跌，因为害怕跌破 0.70 美元大关，在最恐慌的时候把准备了4年的学费全部换回了人民币保值。结果2026年一开年，随着美联储降息预期落实，美元走弱，加元稍微反弹了一点点，加上加拿大能源出口数据意外好转，他们这一来一去，光汇率损失就赔掉了一个孩子1整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这就是我说的，如果你不懂油汇联动的深层心理，你就是在给市场白白打工。你手里的钱不只是货币，它是你对未来认知的变现。2026年的一个关键财富密码在于你要看清美加利差的缩窄。虽然现在加元因为油价被川普砸低而承压，但你要想想，美国降息的脚步已经挡不住了，而加拿大央行已经快退无可退，这种被动利好就像是弹簧被压到了极致。只要2026年下半年贸易谈判稍微传出一点利好消息，加元就会迎来一波报复性的反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现在手里有加元，或者是打算要在这2年移民买房的人，千万不要在那种全网都在刷加拿大崩溃论的时候去离场。相反，你应该像个老练的鳄鱼一样静静等待，等待那个油价因为供应链修复而回升的临界点。那时候你经常所赚到的不只是汇率差，更是别人因为无知而丢掉的信心红利。这需要你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去面对每天跳动的负面标题。你要问问自己，你是想做那个随波逐流的浅草，还是想做那个在退潮时守在沙滩上捡金子的强者？这中间的差距不是资金量，而是你对这场黑金博弈的底层洞察力。讲完了2026年川普政策下的政治迷雾，我们现在要把话题拉回到你的钱袋子，聊聊在这种极端波动下，你到底该如何布局你的资产。很多人问我，既然加元对油价这么敏感，那我是不是钱粹去买原油期货就好了？我告诉你，那是找死，普通人根本玩不转那种几百倍杠杆的心理博弈。你要玩的是资产错位。什么叫资产错位？就是当加元因为油价被恶意砸低的时候，你去寻找那些被汇率错杀的优质资产，比如温哥华或多伦多那些抗跌地段的房产，或者是一些高股息的能源基建类信托。我有个客户，他在2026年初做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决策。当时油价刚因为中东局势暂时缓和而回落，加元汇率跌得惨不忍睹，全网都在说加拿大地产要崩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手里闲置的美元换成加元去付了一个高端公寓的首付。他跟我说，这不是在买房子，这是在买双重的折扣。第一重是汇率给他的85折，第二重是市场恐慌给他的价格空间。结果到了2026年中旬，当全球避险情绪消退，加元因为基本面支撑开始反弹的时候，他光是汇率上的浮盈就已经超过了他1年的薪水。这就是我说的利用别人的眼泪来灌溉自己的财富。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资本市场的真相。对于留学和移民家庭来说，2026年你必须学会一招叫分批建仓法，千万不要像我前面说的那个朋友一样一次性梭哈。你要盯着 WTI 原油的支撑位，只要油价跌破60美元，你就换一笔学费；油价跌破55美元，你就再换一笔生活费。你不需要买在最低点，你只需要保证你的平均成本低于大多数人，你就是在这场汇率战争中活下来的赢家。而且你要明白，加元的弱势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是打算去加拿大创业或者做出口贸易的，
现在反而是你的黄金时代，因为你的成本是廉价的加元，而你的收入可能是强势的美元或人民币。这种汇率红利是国家送给你的补贴，你能不能接住就看你的眼界够不够宽。再说说旅游和购物，如果你现在还想着去美国扫货，那我劝你省省吧，除非你是家里有矿，否则你现在去美国刷卡就是在给美国的通胀做贡献。反过来，如果你能把旅游目的地换成加拿大境内，或者利用加元贬值的机会去投资一些加拿大的旅游地产，你这是在用未来的升值预期来覆盖你当下的消费，这才是真正高级的理财观。很多人在2026年感到焦虑，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钱在变少，却没看到财富正在重新分配，这背后其实是人性的贪婪在作祟。大家总想等一个绝对的底部，总想等一个完美的信号，但真正的机会永远是在模糊和恐惧中产生的。你要学会和这种不确定性共存，你要明白加元和油价的这种生死链其实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对冲工具。只要人类还需要能源，只要加拿大还坐在全球第3大原油储备的宝座上，加元就有它不可被替代的底层价值。所以当你看到那些唱衰加拿大的新闻时，你要在心里默默感谢那些写稿的人，因为是他们帮你制造了低价买入的机会。你要修炼出一种猎人的直觉，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候观察风向，而不是跟住羊群一起跳下悬崖。聊完了资产配置的心法，我们现在来聊点最前的，就是我对2026年下半年甚至是2027年开年的具体走势预判。这是我在无数个盯盘的深夜，结合了高盛、大摩的内部报告以及我自己在能源市场翻滚10几年的直觉总结出来的。听好了，这可能是价值千金的预测。虽然现在加元对美元被压制在 0.71 左右，甚至有人看跌到 0.68， 但我告诉你，2026年第3季度极大几率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为什么？因为到了那时候，川普的关税大棒已经挥得差不多了，市场的恐惧已经被充分消化，而全球因为长期缺乏对新油田的投资，原油供应会突然出现一个结构性缺口，到时候油价一旦站稳75美元，甚至冲击80美元，加元会像压抑已久的火山一样喷发。我预计加元对美元会在短短3个月内回冲到 0.75 甚至 0.77 的水平，这中间就是整整 6% 到 8% 的汇率净值增长，加上如果你布局了加拿大的高分红能源股，你这一年的收益可能会超过 30%。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守株待兔。很多人在2026年上半年因为熬不住那种每天看住账户缩水的痛苦而选择在黎明前割肉，那是最愚蠢的行为。如果你现在手里还有套牢的加元，或者是之前高位换汇的朋友，你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等待，而是要学会动态自救。你可以利用加元在低位的这段时间，去关注一些加拿大与美国挂钩的跨国套利基金，或者是那些受益于加元贬值的加拿大制造业公司，比如运输设备和木材出口，这些公司在加元弱势的时候利润是爆表的，你买入他们的股票就等于是给你的汇率损失买了一份保险。这就是富人思维，他们从不单打独斗，他们永远在做组合拳。再说一个你们绝对感兴趣的赚钱机会，就是2026年下半年加拿大移民政策可能因为经济压力而出现的反转红利。当政府发现油价低迷导致财政收入不足时，他们极大几率会放宽投资移民或者技术移民的门槛来吸引海外资金。这时候如果你手里握着低价换来的加元，你就是那个掌握主动权的人，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拿到身份，甚至在卡尔加里或者埃德蒙顿这种能源重镇买到那种租售比极高的投资房。我认识一个老哥，他在2020年油价负值的时候冲进去买了3套能源城的联排，现在光租金就够他在夏威夷养老了。2026年就是下一个这样的机会，你要问问自己，你有没有那个眼光去识别这种带血的筹码。人性最大的贪婪不是想赚快钱，而是想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赚大钱。但我告诉你，那是不存在的。真正的赚钱机会永远包裹在恐惧、关税威胁和低迷的油价新闻里。如果你现在觉得心慌，觉得想放弃，那说明你正处于财富阶层跃升的考验期。你要像个老练的舵手，在大浪打来的时候死死握住方向盘，而不是弃船逃生，因为只要这波浪过去，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平波和让你收获满满的鱼群。如果你错过了2026年这波加元的底部分布，你可能要再等10年才能遇到这种大宗商品周期与地缘政治共振的暴利窗口。所以请务必保持警惕，盯紧我说的那个75美元的油价信号灯。讲到最后，我们必须面对2026年最真实也最冷酷的盘面。
现在是2026年的1月，你看现在加元对美元的汇率在 0.72 附近痛苦的挣扎，而美元对加元则是在 1.36 到 1.4 这个关键的压力区间反复测试你的耐心。很多人现在心里都在打鼓，特别是看到川普政府对能源出口和贸易协定的那些强硬表态，再加上委内瑞拉石油重返国际市场给加拿大重油带来的减价压力，大家都在问这是不是加元崩盘的前兆。但我告诉你，这恰恰是这场财富大戏最精彩的分水岭。你要明白，虽然2026年加元的 GDP 预计增长只有温和的 1.3% 左右，虽然失业率还挂在 6.6% 的高位，但市场最怕的不是利空，而是不确定性的消失。当所有人都知道川普要搞关税，都知道委内瑞拉要增产的时候，这些利空其实已经被揉进了现在 0.72 的汇率里了。这就是我常说的利空出尽。如果你现在因为害怕而清空手里的加元资产，你就是在这场长达1年的心理博弈中，在距离终点线只有100米的地方选择了弃赛。我给你讲个扎心的实例，我有个客户，他在2025年底因为恐惧汇率跌破 0.7， 把准备在多伦多买商业地产的几百万加元全换回了美元避险。结果2026年初，美联储为了应对经济放缓开始进一步降息，而加拿大央行因为通胀稳定在 2.1%， 反而显得更有底气。美元一走软，加元瞬间弹回了 1.36， 他这一来一去亏掉的汇率差，够他在多伦多市中心再买2台顶配的特斯拉。这就是如果你不懂得利差和油价联动规律所要付出的认知代价。2026年接下来的机会就在于那4个被低估的矿产：油、铜、白银、合金。加拿大不只是有石油，它在全球电气化和能源转型中的地位才是它未来的真正护城河。如果你现在只盯着那一桶油看，你的格局就太小了。你要看的是整个北美制造业回流带来的工业需求，那才是支撑加元在2026年下半年重回 1.30 到 1.35 区间的核心动力。这中间的每一个波动，都是你利用人性的贪婪去收割那些恐惧者的机会。我要给你的最后一个忠告是，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年份，不要去做那个想赚进最后1分钱的贪婪鬼，也不要做那个被一则新闻就吓破胆的胆小鬼。你要做一个有温度的理性人，去感受这场全球能源与汇率博弈背后的脉搏。你要明白，如果你是为了留学、移民或者给家人更好的生活，那么短期的汇率震荡只是你长跑路上的一阵微风，千万不要为了这点风就忘了你的目的地。既然你能看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对这个世界的底层运行规律有着更深的好奇心。那最后这几分钟，我就送大家一个彩蛋，聊点财经新闻里绝对不敢讲的玄学内容。这是我个人这些年结合国运和风水的一点观察，你可以当故事听，但如果你听懂了，这可能会是你布局未来20年的终极指南。懂风水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大的时代转折点。从2024年开始，我们正式进入了3元9运中的九子离火运。离卦属火，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未来20年所有跟火相关的行业都会迎来巨大的变局。而石油，大家仔细想想，它埋在地下的时候是黑色的液体，看起来属水，但它被开采出来燃烧释放能量的时候，它的本质就是最猛烈的火，是工业的血液，是黑色的金子。在九子离火大运里，能源依然是绝对的主角，但这种火运会带来极度的不稳定。火的特性是什么？是飘忽不定，是猛烈爆发，然后又迅速熄灭。这就完美印证了我前面说的，为什么进入2026年，加元和油价的走势会变得如此神经质。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运势使然。再看加拿大这个国家，从地理方位上讲，加拿大位于北美大陆的最北方，北方在五行八卦里属水，现在是火运当头。加拿大这个水国遇上火运，这在命理上叫水火既济，或者是水火相冲，这是一个巨大的博弈象征。水火相冲意味着冲突、动荡，甚至是经济上的大起大落。特别是2026年丙午年，天干地支全是火，简直是火到了极致。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加元会经历如此极端的打压和洗盘，因为水火在激烈的碰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你能驾驭得住水火既济，那就是大富大贵之象。这意味着如果你能在这波动荡中踩对节奏，在水旺也就是油价跌、加元跌，大家最恐惧的时候进场布局，在火旺也就是能源危机、油价暴涨的时候获利了结，你就是在顺应天道赚钱，这种钱是挡都挡不住的。所以未来这几年不要指望加元能给你什么稳稳的幸福，它给不了你安稳，但它能给你暴富的机会。
前提是你得有那个命和那个胆识去火中取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投资就是一场修炼，你要修炼出一颗在烈火中不动如山的心。看清了这层玄学逻辑，你再回头看那些 K 线图，你会发现一切都有了定数。最后我也要非常严肃地提醒每一位观众，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所有观点，不管是对2026年汇率点位的预测，还是对川普政策的解读，全部都是我个人的实战笔记和意见分享。投资永远是有风险的，市场没有绝对的公式，也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我只是把我的经验毫无保留的摆在桌面上供你参考。每一笔交易，每一次换汇，最后拍板的人是你自己，你得为你自己的血汗钱负责。赚了钱我为你高兴，亏了钱你也得有勇气去总结复盘，这才是真正的投资者素质。如果你觉得今天这部影片对你有哪怕一点点的启发，或者让你对加元和油价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视角，请一定要给我一个点赞、转发并关注我的频道，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我也很想在评论区听听你们的真实想法。面对2026年这么复杂的局势，你现在是准备继续死守加元，还是准备趁着回调换成美元跑路？或者是你有什么更独到的财富密码想跟大家分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会挑选最有深度的观点来跟大家深入讨论。我们在这场财富自由的长征路上并肩作战。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